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法国电信市场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合并谅解备忘录即将在几天之内正式宣告落地。这场涉及数十亿欧元，可能直接引发欧洲电信业在未来18个月内爆发4进3兼并狂潮的重磅交易，已经在伦敦闭幕的摩根大通欧洲科技、媒体与电信峰会上成为了整个欧美资本市场最为瞩目的风暴眼。与此同时，英国数位媒体巨头 Future 凭借其高达750便士的12个月目标价，以及远超其目前316便士市价1倍以上的潜在估值空间，也让无数跨国主权基金在迷雾中看到了数位传媒转型的大转机。如果您对这两个行业的理解还停留在电信股高负债、媒体股被广告抛弃的旧思维里，那么今天将会用最硬核的底层数据彻底重塑您的投资框架。首先，我们来看看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峰会后针对20家欧洲一线电信运营商执行长与财务长所进行的战略点检。摩根大通指出，欧洲电信业正站在一个1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法国市场的重组备忘录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交易案的正式公布预计将会伴随着极其详尽的协同效应与整合成本数据，这为市场提供了巨大的超预期惊喜空间。另一方面，运营商们正在联手向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发起最猛烈的游说。这项监管博弈的核心在于，运营商们强烈支持新版欧盟合并规则草案中以投资为导向的审查机制，并正极力推动2项革命性的规则修改。第一，要求监管机构将合并产生的效益评估期从现行的3至4年大幅延长至更符合实体网络建设周期的8年。第二，要求在审查中优先采用行为救济而非结构救济，这意味着监管机构不再需要强行引入新的市场竞争者来作为合并的前提条件。这项监管环境的历史性松绑将会直接在欧洲市场内引爆新一轮的跨国电信并购浪潮。这场监管与并购的双重破局，在欧洲主要市场的定价逻辑中正转化为极其明确的利润修复路径。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德国与法国2大核心市场正在成为这一波行业复苏的领头羊。这2大市场的龙头运营商已经达成高度的共识，那就是彻底结束过去几年杀敌1000自损800的恶性价格战，将竞争焦点从争夺客户数量的数量导向全面转向提升单个用户平均收入的价值导向。这项价格弹性的结构性回归，配合并购带来的成本削减，将会为欧洲电信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提供极其强大的下档支撑。而在技术与未来的布局上，德意志电信与法国橘子电信的决策层在峰会上展现出了极其大胆的技术雄心。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龙头运营商们极度看好人工智慧在网络运维、客户服务以及底层架构中解锁的巨大成本削减潜力。部分领先企业甚至已经开始计量 AI 带来的实质性营收增量。更为震撼的是，德意志电信在闭门会谈中明确提出，未来的第6代行动通讯本质上将会是 AI 原生的。为此，他们正在极力倡导跨大西洋的6G 统一标准。这不仅能防止欧美市场在技术标准上的分裂，更将使具备多国运营规模的跨国电信巨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彻底释放其规模经济优势。与此同时，在媒体与数位出版板块，同样在峰会上引起市场巨震的，则是英国媒体巨头 Future PLC 的生死救诉。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峰会期间独家 hosted 了 Future 的财务长沙吉尔·苏莱曼与机构投资人的闭门对谈。目前，市场对这家公司的争议达到了顶峰，一边是其在第2季度显现出的经营业绩环比企稳，另一边则是投资人对其下半年增长与利润交付可持续性的高度怀疑。要理解这场博弈，必须看清 Future 目前所处的极端拐点与其底层财务结构。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 Future 目前正面临着结构性挑战，其原本高毛利的传统营收来源，包括程式化广告以及电子商务佣金，正在受到全球隐私政策收紧和点击付费成本通膨压力的双重挤压。为了缓解这项通膨， Future 正在全力推动其第一方广告与数据平台 Future Optic 的货币化进程，并通过主动的债务去杠杆和特定资产处置来重建资本市场对其长期每股盈余轨迹的信心。
在这场艰难的转型中 ，Future 的两大高增长火车头 B2B 业务与价格比较平台 GoCompare 正在展现出极强的抗周期韧性。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尽管到年底的经营能见度依然受限，且下半年的利润交付面临着极高的执行门槛，但 Future 在季度末展现出的强劲动能，已经在吸引部分敏锐的价值资金重返战场。摩根大通维持对 Future 的超配评级，并给予了高达750便士的2027年12月底目标价。这表明，随着投资者对其下半年增长和利润槓杆的可持续性重获信心，这家估值极度压抑的媒体巨头正迎来历史性的估值重估起点。当电信业的监管破局与媒体巨头的结构转型在伦敦峰会上交织在一起，全球主权基金与跨国透力资金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向。摩根大通认为，市场长期以来严重低估了欧洲电信业在合并政策松绑下的利润弹性与重估空间。华瑞认为，欧盟拟将合并效率评估期延长至8年，以及行为救济优先的规则修改，实际上是欧盟在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压力下，对本土基础设施建设做出的重大政治妥协。一旦法国的合并备忘录在近期顺利落地，这将成为整个欧洲电信板块估值修复的催化剂。随着运营商转向价值冲于数量的定价策略，在 AI 原生 6G 标准的推动下，欧洲电信业将会从高负债的传统公用事业重塑为具备强大现金流和技术防御属性的优质蓝筹资产。同时，华瑞认为Future 旗下的 GoCompare 平台以及第一方数据平台 Future Optic 的成功货币化，说明传统媒体巨头在面对第三方饼钱消亡和点击通膨的逆风时，完全具备通过核心战略优化实现自生性复苏的能力。虽然城市化广告和电子商务的结构性逆风依然存在，但 B2B 业务的强劲走势与债务去港肯解的顺利推进，已经为公司的利润率构筑了坚实的底部安全边际。随着下半年增长能见度的逐步明朗，公司极具吸引力的11倍远期市盈率估值将会推动其股价向着摩根大通750便士的目标价发起强力冲击。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这两大板块迎来历史性变局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欧盟并购审查新规的落地进度与实质执行层面的政治干扰。摩根大通指出，虽然运营商们极力争取，但监管机构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推动产业集中度之间依然存在着极大的政策摇摆。如果法国的4进3交易在审查中被强行塞入严格的结构性救济条款，或者效率评估期未能顺利延长至8年，那么市场刚刚建立的4-3电信大合并预期将会遭遇重创，这将直接压制电信板块的估值反弹斜率。第二个风险是 Future PLC 在下半年面临的点击付费成本通膨与宏观广告开支缩减的双向挤压。摩根大通报告中提及，如果下半年全球消费性开支出现意外滑坡，导致广告主进一步削减预算，那么 Future 的 Programmatic Ad 业务流失速度可能会超越 GoCompare 和 B2B 业务的修复速度，进而对管理层的下半年利润指引构成显著的估值扰动。华瑞认为，这份在欧洲 TMT 峰会闭幕后发布的深度报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跨国主权基金与套利资本在最新政策破局点与转型拐点上的真实底牌。无论是法国电信并购备忘录的临门一脚，还是 Future 媒体帝国的合规去扛杆，都在向市场传递一个明确的讯号：地缘政治和监管格局的重组正在无情地淘汰旧有的套利模式。唯有紧跟最硬核的资金流向与基本面重塑指标，我们才能在这场全球资本的世纪大坑挪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布局这场欧洲 TMT 的大变局时，核心的监控维度必须从单纯的宏观利率波动升级为对监管实质性落地与企业战略执行效率的动态观测。我们需要密切跟踪法国电信合并协议中拟公布的实质性协同效应与整合成本数据，这将直接左右欧洲电信板块的估值溢价幅度。同时，更要死盯 Future PLC 在第二季度业绩后的 B2B 增长斜率，以及 Future Optic 第一方平台在抵御点击通膨时的真实毛利率变化。
这两项高密度的产业硬指标才是我们在欧洲市场转折期精确捕捉高溢价的关键锚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